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其实我已经把它改了这个频道的名字，因为我觉得这样不好查询。海恩已经有别人在用了，所以而且是一个蛮有名的韩国明星吧，还是反正是一个艺人，所以不好查询。那餐酒生活也太理想中的餐酒生活也比较普通一点，所以我把它改成有道理，有一横道理，有道理。这个理呢，我是用不是理由的理，就是没有王字旁，是单纯的李明的李，一个田一个土。其实道理，道理，我们讲有没有什么道理？这个，我想台湾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是一个有理由、有故事的东西，可以推敲的，经得起推敲的，是正的，是好的。那我为什么把这个旁边的道理的那个理由的理由把王字去掉呢？只取单纯一个李明的李而已，很简单哈。因为道理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之前在上海跟朋友们合伙开葡萄酒、清酒有关的工作的时候所用的名字，因为当时那边的海恩这个字也被注册了，所以我就用道理。那道理呢，我把王字旁把它去掉了，原因就是道我就不用讲了，理是如果是李明的李的话，把它拆开就田土。好，当然我们不是这样写了，我们是直接这样写下来。但是你把它拆开，其实是一个田一个土，所以道理，我讲的那个理，其实反过来，你可以直接讲道是在称呼或在说一些事情啊，道也可以当动词，道理。那说什么事？说田土。有关田，有关土，其实田土就是什么？你把它更广义去解释，就是所有在上面生长的东西，在上面走过的人，在上面生长的作物、天气、风土等等，这个东西就不会只有涵盖在葡萄或者是稻米而已。而且，所以我道理可以说我在说田土的一些事情，也符合我这个开台的这个本来的意愿。其实当时在中国上海那边开公司也是这样想。另外就是，如果你把它反过来讲的话，道理，田土之道，田土之道，其实跟田土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不是田土之道就变成是一个名词。田土之道也是在谈的，也是有关于在田里在土里面生长出来的这些作物，它能够带给人们什么样欣喜与快乐。如果在合适和切的使用的状况下，我们人也是生活在土地上面的，那作物也是嘛，从食物到这个酒的这种可以酿酒的作物都是一样的，所以做了这样一个改变，然后有道理，中间加一杠就是有道理。那我想这样应该可以比较容易做区隔，也比较好记忆。如果大家去搜寻有道理的话，就可以查到这个平台。因为我还在努力因为有朋友跟我建议说这样讲太发散了，然后他们希望能够再短一点，而且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平台在这个 Google 平台在推荐的时候呢，不是 Google 平台，YouTube 平台在推荐的时候会以比较短的这些不管是音频或者是影片为主，会摆在它的 priority 会比较前面一点点。因为除非你是做科学的频道，或者是那种像演讲这样子的，所以像我这种没有任何的剪接、字幕等等的，它的推送比会放的比较后面，加上我名字也不好记嘛，所以我有想过要去改革一些事情。那改革一些事情呢，首先就是把名字改了。另外其实我现在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没有麦克风，但是讲话你们听得到，是因为我用的是耳机的麦克风，然后我同时下载了一个软体，它可以产生字幕，所以这一集是有点在做尝试哈。我希望能控制在15分钟里。讲完了之后，我会做尝试，看看是不是能够把字幕也给配上去。这个字幕是会自动产生的，然后我会再用 AI 再做一下修饰。未来看看能不能逐渐加一点东西。有字幕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了。那如果我再穿插图片，其实这个我也会做哦。这个用 iMovie 或 Final Cut 其实都可以做，而且我都有买。只是很懒而已，不过没关系，反正不急。我讲过这个东西是我的一个平台或者一个发泄的管道，或者是在讲解一些事情的评论的管道，继续讲同样的东西，然后多一点新闻的评论，然后把时间缩短，这是我3方面要加强的部分。当然还有剪辑的部分哈。4方面，那这个短短的这个，我把它定在15分钟好了，好，前面7分钟在解释这个换了新的系统，那也是在尝试，因为前2天也是圣诞节嘛，所以也没做什么事情，那也在尝试，就是把自己的看能不能把这个频道的品质弄得更好一点。这一集我先谈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哦，因为时间要大概8分钟左右，我把它结束。不谈久，我单纯谈的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炸的这个东西，天妇罗哦。但是我讲天妇罗，我之前提过了，并不是我们讲那个甜不辣那种天妇罗，而是一种料理的一种方式的所产生的食物，就是我们一般在吃台湾式的日本料理，中间常会有炸物，那种我们叫天妇罗嘛，炸虾天妇罗、野菜天妇罗，然后鱼的天妇罗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天妇罗。其实如果各位朋友对日本料理稍微有一点研究的，就会知道说，在日本呢，比较高级的那种所谓的板前料理的，基本上当然最常见的是寿司哦，寿司。会席料理不是在板前吃，会席料理比较像是在一个方桌上面，然后其实大家是可以看到对方或彼此之间敬酒，比较像在谈事情，那种是比较慎重的料理。上面可能最典型还会有所谓的八寸哈，那么八寸一开始都季节性的东西，所以会席料理一般是分4季去吃的哈。因为它里面的最前菜的8寸是什么东西？以后我会解释哈。它就是代表了是这个季节的一些当令的食材的东西。当然，它会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它不会只有单纯只是青菜或者是什么，而是那个已经是代表这个会席料理的一个精神了。那我今天也不是要讲8寸，就是说板前料理除了寿司之外，还有一种是，在台湾我
恕我孤陋寡闻，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哪一间真在做这样的东西。有啦，可能也许有一个叫什么，可能要预定很久的一个日本料理餐厅，什么天本吗？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哦，我没有吃过，因为之前有朋友订到位请我去吃，但是我时间上配合不来，我就算我不去了哦。也许它炸的很好哦，因为毕竟好像也是入过米其林嘛，这我不管哦，因为台湾的米其林水很深，我提过了。但是像这种属于天妇罗的料理，就是它也是一个板前，然后在师傅面前有大的油锅，基本上是两个锅子才对哈，一个是比较高温的，一个比较低温的，低温那个比较大嘛，然后那食材就是他会在吃的时候前面摆一堆食材，就好像在吃寿司一样，会摆一堆食材，然后他也会按照这个食材的呃清爽清淡，然后一直到食材越来越浓，然后最后甚至还会有点心，我看他怎么去变。相较于寿司来讲，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蛮完整的，应该讲来讲会比较完整的料理，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吃了会，特别是如果手艺不好的师傅的话，你吃了会觉得吃很多会觉得很胀，为什么？因为所谓天妇罗是油炸的料理，它是要食材准备好，要沾一下他们裹的那些粉，然后拿下去炸，所以师傅通常都会拿一个很长的筷子去炸，在炸送好火候之后，再把它移到那个高温的那个油里面去，把那个原本里面的刚炸好，里面吸了一些比较低温油的那个料理呢，用高温把油逼出来，然后稍微晾一下，然后就放在你的那个，通常它前面食客前面也会有一个盘子，都会有一张到两张的那种白色的纸，然后放在上面。好的师傅是吃到后面那个纸上面几乎都没有什么没有太明显的油，意思就是说我都炸得很爽脆，然后没有什么油，让你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然后有的他每个食材他是可能也会跟你讲说，可能要沾一点盐啊，或沾什么他们的配料等等的，也有可能单纯只有吃原味。这种料理就真的要非常考验到食材的优秀，还有对食材的排列，因为那个不单纯只有鱼而已，而是也不是海鲜而已，它是会有从蔬菜甚至到最后甜点，我刚刚讲的甜点的部分。那这种料理呢，在日本也是不便宜的料理哈。我在台湾，在怎么天本那些还没有引进之前，在台湾之前有一个天才料理师，他有做，我吃过两个料理师做的菜啦，他们都很天才的料理师，所以呃，我有吃过，第一次吃到的时候，那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惊艳。虽然我在日本有吃过了，但是我没想到台北也能够有这样重现当日的场景，所以当时吃到的时候还是蛮惊讶，而且那个师傅他手艺是很好，但是他因为我在那边办酒会，所以当时不是我在那边吃，也是我们一群人在那边吃，然后围着他那个吧台这样做。一去的时候看到，如果我找得到那照片，我这一集我就会放那个图片在首页哈，或者是我试着开始加入照片在里面，让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个餐厅现在已经关了啦，因为不是关了，而是那个师傅本来后来家里有事情，然后又被挖角到台东去，反正也有一番经历。那现在自己在台东有开一间餐厅，他一直因为他跟我很好，所以一直请我过去拜访。我是很想过去啊，但是一个人过去就觉得很无聊，所以在找饭友。我回过头来讲这个，快要15分钟了，如果要超过不好哦。其实这种所谓天妇罗的料理，它是属于蒸米的那个蒸的料理。为什么呢？因为它先裹上一层粉之后，这个不管什么食材，裹上一层粉之后，丢到这个低温的锅里面去炸了。它最主要是让外面的那一层粉形成一个薄薄的一个像膜，像一个薄薄的一个
膜，或者我们讲说一个一个盒子一样，把食材包裹在里面。这个时候呢，利用这个传入的这个热，把食材里面的水分变成蒸汽。当然，我所谓低温，那个低温还是很高的温度，并不是说50-60度那种低温哈。它里面的那个食材受到导热进去之后，那个水里面的每个食材里面都有水分嘛，它会蒸发。但是它又因为外面有裹着那一层那个那个它裹的那表皮的那一层就是面粉啊、面糊这些东西，因为已经都变成那个黄色的酥脆的样子了嘛，所以它气跑不出去，水蒸气跑不出去，它就变成在这里面循环，然后那个是极高温的蒸汽，加上那些炸物，它基本上不会切得太厚，它就这样把它炸熟，所以这个非常考验到师傅的手艺，是因为每一种食材的炸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必须要很有经验才有办法了解。东西不一样，季节不一样，季节不一样，东西不一样，然后东西不一样，切的大小、厚度，考虑到这个客人的口感，切的比较大，切的比较小，然后炸的时间多少，那个需要很多经验的累积，所以能够做好这种料理的，基本上都是就是有一点年纪，要有一点水准的师傅。那小师傅他以为只是丢进去就好，那个很糟糕。我吃过很多次那种日本料理，他上来天妇罗油腻腻的，那一看就知道油腻腻的。我前阵子在 Thread 上面有看到有人在炸那个猪排，他很着重的是里面到底有没有炸到有点粉红这样。可是我着重不是这个，我觉得炸到粉红不困难，因为你切的差不多大小，然后油温的定好之后，时间你可以炸到类似的程度。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把外面那层油你炸了之后还能够去掉？所以他们丢在高温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正常就在丢到高温去，丢到高温就是炸熟，丢到高温是要利用高温把那个外面那层油呢，也把它有一点像把它蒸发掉一样。然后，但是那个也要算好时间，这个油温之间彼此的差距，然后算好这个要炸多久，然后再把它拿出来，再去稍微盛放，然后等到油滴完，就是比较干净了之后再放到顾客那边。但是你也不能放太久，就是说这个中间环环相扣啊，因为你要让顾客吃到还是热的东西，所以真正好的天妇罗是，你炸完之后，你夹起来，假定是吃原味哦，不管是蘸原味吃原味，你再吃下去咬下去，它是会咔哧一声的，然后食材里面的那个不会干干的，它那个水就是整个，因为它会那个水，其实那原理有点像微波炉一样啦，微波炉也是激发物质里面的水分子去扰动之后变成蒸汽，然后让这个食物透过这个蒸汽把它弄熟嘛。这个如果各位有使用过微波炉的都应该知道啊，就是微波炉打开啊，就会有那个蒸汽跑出来。为什么？因为食物里面的水分哦。所以你同样的道理，如果微波炉你要微波一个东西好吃的话，你一定要加上盖子，就是你要把它放在比较密闭的环境里面，就有点像那个天妇罗，那都可以类比的。好，请各位去思考就好了。我想我要改进我讲话的方式，尽量讲的比较简短一点。所以我们在蒸包子、馒头什么，你一定要加盖子。你可以不用解冻，直接就这样做。为什么？如果你不要解冻，直接盖上去的话，那个里面本来结冰的那些东西反而会变成蒸汽，让这个食物呢，在不会失去水分的状况底下，因为你如果开的，那水分就是蒸汽跑掉啦。你如果把它盖着，它就一直密闭在里面，就好像蒸笼一样。这时候你把蒸好的东西拿出来了，这个吃就会有比较恢复到原来的口感哦。但这中间还是要有技巧，就好像我讲天妇罗这个东西，它还是要有技巧。你炸的时间多久，放到高温里面多久，然后可以把那个表皮的油给去掉，然后这个再递到客人前面呢，它吃起来热乎乎、热烫烫的，而且通常天妇罗都很烫的，要很小心。这是另外一种需要锻炼的技术。那讲到酒的部分的话，这个其实天妇罗你要配香槟也可以，
但是我还是建议配温酒了。为什么？因为你配啤酒我也不反对，但是这个是考虑到温度的问题哈，就是说不是说天妇罗热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配温酒，而是说你也可以配冷酒，但是慢慢回温上来，然后也不一定要配到热配热，你只要常温其实就可以了。因为很热的东西配上很冷的东西，很冷的液体的话，基本上还是会有一点点冲突哦，还是会有一点冲突。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配上其实简单的纯米酒，我觉得是最合适的。纯米酒或者是特别纯米，本酿造也可以，特别本酿造也可以。我一直强调哦，配餐的酒不必太高阶，大概价格的1/3左右是很合适的。天妇罗也是这样子，而且那个其实只要选择好一款很温吞，不能讲温吞，很 decent，很正常口味的一个清酒的话，就可以搭配从头配到尾都没什么问题。如果各位朋友们人在台湾的话，我蛮推荐各位去应该是都市百货吧，就是有在卖的是 Jason's Market 吗？都市百货的那个有一款叫陈静，陈是诚意的陈，镜子的镜，陈静，它的纯米就很好喝了，很干净，很清爽，而且你也可以加热，你也可以常温的喝，但是请注意日期很重要哈，不要拖得太远，因为台湾很多酒商的状况是把那日期呢都是卖的很久的，所以你去这种地方买料理的话，一定要跟厂商不是买料理，买酒的话，你一定要跟厂商说我要拿最新鲜的酒，不要怕当 OK， 因为这是你的权利。他如果说都是一样的话，那你自己看着办了。超过半年以上，我就觉得就不太建议。纯米的话，也许9个月我还可以接受了哈。那你刚刚讲说你要拿冰箱里面的，你不要拿那个上面的那个，因为冰箱拿起来还有一点冰冰，那个才是保存的好的酒。那这个部分就讲到这里。从填土，我现在把名称改成填土之道的道理，有道理，好理。然后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另外就是稍微解释一下有关于这个天妇罗料理的所谓的料理方式，它是用蒸的。你如果把这个事情跟厨师讲的话，他会觉得你很厉害，因为一般人都会讲这种炸的。其实什么叫做炸？什么叫做炸？有没有果粉就差很多。好，它基本上都算是蒸的料理的一种变形，但是有没有果粉差很多。那粉裹了厚或薄，当然也差很多。裹了薄又能够锁住水分，那你吃起来就不会觉得好像一直在吃面食，就是吃那上面那个炸的那个面团一样，那很容易就腻了嘛。然后这个面团调味的清或淡，我讲的是那个口味是甜，或者是一点点甜，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它都影响到这食物的口感。所以好的天妇罗师傅，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难找，应该讲非常非常难找，因为很多做起来都不及格。像我刚刚讲那个 thread 上面那个，他只注重那里面颜色，我只问他说，因为我看到上面那一圈上面还有油，还可以看得到油。我说那你这个怎么去炸的？这个油你怎么去处理的？因为带一点油，也许肚子很饿的时候吃个几个，你会觉得很舒服。但是那一旦吃多了，就跟天妇罗一样，一旦吃多，那个油慢慢就会让你身体造成很沉重的负担，就不见得就是好事了。所以天妇罗这个如何锁住水分，如何把油给去掉，其实都很重要。然后你食材本身的味道，加上你有没有额外加什么东西去调味，这个其实就看师傅的手艺了。好，填土之道。大家看一看，然后有道理啊，填土之道有道理。那我试着能够把它配音，看能不能不是配音，配字幕，看能不能配上。一切就看我的这台
电脑，还有新装这个软体。好，这是第58期，祝大家圣诞快乐，好，新年快乐，拜拜。